个地方来了就不想走，太不真实了，有点失真，有点像那个电脑壁纸。不是瑞士去不起啊，而是川西更有性价比。我终于更深刻理解这句话了。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旅行团，5天4晚穿越川西最经典的风景线。按照原计划，我应该和大家一起完成这趟旅程，但几天后我却提前离开了旅行团。而事实上，从报名的那一刻开始，我的目的就有点与众不同。我会完整记录这趟旅程的真实经历，它到底值不值得报名，性价比究竟如何，跟团旅行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，以及我为什么会在中途选择离开，开始一个人的川西之旅。成都万象城的迪卡侬买了一双鞋子，徒步登山鞋，抓地力很强，349，还有一件这个抓绒的保暖的一个衣服，99元，还买了一些这种巧克力坚果。昨天买了个相机稳定器，又花了1300多，又买了一台这个苹果 Max 的笔记本，二手的8700多，买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一些相机设备，最近花钱如流水啊。现在是2026年的6月6号早上5点50分。2026年6月6日早上6点02分。哦，卖早餐的出摊了。有鸡蛋吗？啊，鸡蛋有。2个水煮蛋，玉米要不要？遇到一个守时的上海人，等了20多分钟，哼。6点15分，小面包车把我们接到一个大巴车面前，花了25分钟。沙湾站这里，在这里的话有各种大团、小团的这个集散地啊，氧气罐、高原猴，这个最后的位置，杜方舟。现在就正式进入到了阿坝藏族自治州了啊。可能你去看过著名的都江堰，而眼前这个水库呢，位于都江堰上游约11公里处。这是四川的母亲河岷江上游的一个大型人工水库——紫坪铺水库。它像一只巨大的水袋，储存着来自青藏高原东缘的雪山融水和雨水。洪水来时，它替成都平原挡住了汹涌的江水；枯水时呢，又为2000多年前的都江堰补充水源。而穿过紫坪铺水库之后，我们将离开四川盆地，沿着岷江河谷一路向西，进入横断山区跟青藏高原东缘的世界。这里的海拔开始迅速抬升。还有看到映秀没有？这个就是512汶川大地震的重灾区啊。当时这个镇有1半人口都没了，现在整个镇呢都推平重建了，只留了一个中学，所以整个现在建得非常漂亮啊。这个映秀镇，四川的母亲河。记住这条江叫做岷江，前往九寨沟就是从这边一路而上。下这个航线，却没有想到被这个可以说这个土军队长导游发氧气瓶了，导游一直在说大家做好心理准备，接下来几天是非常辛苦的，身体在地狱，眼睛在天堂。说的我就有点压力，因为每天都要早出晚归啊，5天时间行驶2000多公里，所以每天都要5、6点就起床，晚上8、9点才回到酒店，哇！好多是中老年人，我都替他们捏一把汗。这是我人生第一罐氧气罐吧，我之前没用过这个东西，去过香格里拉，去过丽江，但接下来去的地方要比上面说到的这几个要高得多。这站海拔最高的县城海拔4000多米，送我这个眼罩跟耳塞。早上的9点钟左右。来到了一个服务区吧，这里距离四姑娘山还有100公里左右啊，休息20分钟。就是小卖部卖烤肠，
卖一些冲锋衣、氧气瓶、高原红，哦，这个好像价格都翻倍了哈，在这种阿萨姆4块钱，这里卖8块钱。因为现在就是属于进入到横断山区了，就是穿西北高原嘛，那么已经离开了成都平原了，就是因为南宁过来的时候35、6度，热的不成样子啊，太难受了。就怎么会想，就其实才离开南宁也就可能1000多公里吧，就这么冷，穿个短袖觉得就是受不住啊，还是要穿个冲锋衣、小外套才能顶得住。早上买的这个鸡蛋都是就是剥不开皮的，蛋清跟那个蛋壳都粘在一起了。第一次跟大巴团旅游，前所未有的体验。然后先用水把肚子的气全部吐掉。接开了3个小时吧，第一次看到雪山。朋友们，我从早上的6点钟出门，现在坐车坐到11点多，终于看到了久闻大名的4姑娘山啊！在阳光的照耀下，可以说是晶莹剔透的感觉啊，非常的壮观。这里距离景区入口还有几百米的距离吧，等于说我们先在这个地方休整一下，从这呢就能看到像个冰淇淋一样的这个最高峰，就是4姑娘山了。刚才在车里面的话，如果说太阳照到你的话，感觉好热，但是一出来的话，马上穿上这个冲锋衣了，已经好久没穿那么厚的衣服了。我就图个省心嘛，就报了个旅游团，叫醉翁之意不在酒吧。我主要是让旅游团这个大巴把我送到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县城啊。我重点拍摄那里的一些县城、乡镇、村寨，就在那里高原上过几天这个高原生活。雪山下的这个烤肠、烤土豆、烤腊肉、烤腊肠，还有这些菌子啊，吱吱作响的这些食物啊，还有咕咕作响的我的肚子，哇！风驰电掣的一个，现在海拔是3461米，已经有一点点那个缺氧的感觉了，就是说话要稍微慢一点。牦牛肉90一斤啊，就这种就开始有一点点喘的反应来了。从外面回来，赶紧吸一口氧。这里在挖一个隧道，那现在说话都有气无力的，可能是有点高原缺氧的感觉。这里是4姑娘镇吗？就在一个河谷边上，悬崖边上的，修了好多的那个楼房呀，都是未来的酒店、民宿、客栈。这是在建什么东西呢？这里就是4姑娘山的售票厅啊。
这川西的第一顿午餐。再来点醋行吗？醋啊！谢谢老板啊！哪个都要。没有，谢谢。都提倡用公筷，挺好的。嗯。赶紧吃点肉，补充点蛋白质，感觉有点饿了发昏。每个人都提倡用公筷，特别好。经过疫情以后，这个青椒。这里就是四姑娘镇啊，太阳好大，墨镜安排上，特别刺眼。我们在这家川菜馆用的午餐，这个菜式跟数量比我想象中要多。一个狭窄的山谷里面。没有，不是我弄的，我没有动啊。刚才吃饭的时候也没人说话，就是一桌的陌生人啊，而且还发生了一点小争吵。反正就是陌生人跟陌生人之间吧，相处有时候真的如履薄冰的。多少钱一斤？这个10块，这个12，要不要？门口去拍照等我。好，先去拍照等着。你先。不要进去盘啊！我们要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进入景区请勿携带火鱼。12:47。欢迎来到东方雪山户外天堂新娘山观光旅游。接下来我们将进入3沟之一双桥沟，开启一段美妙的自然之旅。双桥沟景区只有一个出入口，呈往返路线，全程大约70公里，分布着7个主要的停车点，分别是人参果坪生态科普教育基地、龙珠错鲶鱼坝、斯库拉措布达拉峰红杉林。游览方式以乘车与徒步相结合，观光车会以城市公交的模式在景区内行环一行。通常情况下，游客朋友们从最高点红杉林依次向下进行游览，但是在于客量大时，景区调度将会根据客流情况进行统一管理、科学调度，确保游客朋友们能够错过游览，从而提升大家的游览舒适度。四姑娘山位于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境内，是由4座终年积雪的山峰以及双桥沟、长坪沟、海之沟3沟1山共同组成的一个自然风景区。主峰幺妹峰海拔6250米，是四川省第2高峰，被誉为蜀山皇后。那么蜀山之王就是可能你听说过的贡嘎山啊。那么此次阿叔游览的就是最经典的一沟双桥沟，这里集雪山、冰川、森林、草甸、溪流与高山湖泊于一体，被许多人誉为东方的阿尔卑斯。小心点。
有人讲到小街，讲到小街在不同的那个。漂亮。导致不流感道，在多次的沙尘之中，从而使得这些水形成了一种儿子，下来买点，我的家嘞。雪山、草地已经不属于在水中，就形成了一片天然的人景观。在的路上方有一座山峰，名字因为藏区天然丰富的流虫掩过一在底下，唯有被下显得高大的方向，这就是一山为家乡一人相传自古先是后化为此山。因其独特的地形地貌而拥有丰富的山河地貌。目前景区内的海报，请大家装好扶手，注意安全。四周是所谓的景区，一个高山夜色湖。传说这里是四位姑娘沐浴的水湖，这里湖水清澈，绿意青草环绕，在阳光下以彩纷呈，美不胜收，造就了这一座绝世美景。在这里，相当于右边有一个扇子形的山峰，叫碧水峰，它是由冰川雕琢的花岗岩角峰地带的。于是绘制的草字，其中在金刚将最美丽的公路上，那只有那么失望。藏王参照。游客朋友们，这里是双桥沟山最理想的地方，群山在这里聚会。在大家右上方6个眼帘的这座雄伟的山峰，正是金刚手画的布达拉峰，海拔5300米。这座雄伟壮丽的山峰，从外形轮廓看，酷似西藏布达拉宫，第二个名布达拉峰。布达拉峰为小峰，其西壁、北壁和南壁都朝向双桥沟，是沟内最令人印象深刻。特别提醒大家，在布达拉峰站游玩的时候，请勿横穿马路或在马路上停留拍照，非常危险。佛塔里面装的是经书、经文，还有古法呀，是镇压一切邪恶的力量。大家可以围绕佛塔顺时针方向转3圈，祈祷平安吉祥。心中默念藏传佛教六字嗡嘛呢呗咪吽。藏传佛教认为，常念这6字真言，可以消灾积德，功德圆满。在白色的周围，有许多随风飘逸的彩旗，是景区的标志之一。藏语教导区区人誉为随风飘逸的仙旗。经幡因其所呈地方的不同、颜色的不同、印制的经文不同，所表达的意思也各不相同。经幡是由好友都满这儿，江山平安，江湖险恶。
仅是圣山圣水所反映，我有本物黄陵。经幡里边常见的5种颜色，即红、黄、蓝、绿、白，各种不同的颜色也有着不同的含义。经幡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印制不同的经文，如平安经、丰收经、长寿经，放作红包，希望随时随地能够念经诵佛，祈求神明的保佑与庇护。因此，就有人在布条上印制经文，挂起来或插起来。我们这一次代表诵经念立积功德，因此经文称作丰念经。在沿途的山坡上和公路两边，可见红色的岩石，这些岩石都是花岗岩。岩石的表面有一种红色的物质。据中国人的研究，石头上的原始所在是一种奇异的因不含香清素而成。以后产生的那叫黄元素，加之冰川融水，非常哇，花了接近50分钟，从它的入口开到它的终点站啊，那应该是有20-30公里了。这里是双桥沟的一个终点站，叫红山林吧。哇，只能忍不住哇！这个雪山离你特别近，就是一种非常强烈的那种震撼啊！3800多的海拔，那么走路说话都要轻轻的、慢慢的。卖氧气，这地方很多小卖部啊，方便面、防晒帽、保暖的衣服。还有冰咖啡、冰可乐啊！感觉有点晕车。还有冰秀哦，冰秀。来，小土豆火鸡面、冰咖啡、冰。说话比较喘，还是保存一点体力吧。好，朋友们，先休息一下吧。疲惫跟有点那个症状。抬头即是雪山啊，现在6月初啊，这个山顶上的雪稍微融化了一点，但是这也别有特色了啊，像是巧克力冰淇淋融化了那个感觉哈，露出内面里面的巧克力。看这个山的颜色也像是那种黑褐色巧克力的颜色，底下呢就是这个针叶林啊，翠绿的针叶林啊，就很有反差，蓝蓝的天空，巧克力色的山，针叶林形成很大的这个反差色差。坐一下。感觉有点氧气不足的感觉，不知道是不是高反了，就是很疲惫，然后头有一点点晕。3842海拔，感觉缺氧以后脑子这个转速都变慢了挺多，反应都变慢了啊。想吐不舒服，旁边一个女孩说，这是典型的高原反应，还有晕车症状的结合。只要是你想一口气坐40多分钟，接近50分钟的这个大巴，然后弯弯绕绕的开到比较高的这个山坡上来了。因为我一只手扶着那个铁柱子，另一只手拿着相机，所以我这个腰刚才都感觉顶不住了，因为我是弯着腰拍摄的，那些
第一视角的上山的那个影像啊。观景点叫红山林，在这里就是拍跟雪山的一个合照。海拔3840米，可以说是双桥沟最高的一个观景点了。排队，我就不排队了。上来了。还好昨天买了一双这种徒步鞋，它的抓地力很强。就爬这么一小节山坡，就必须停下来歇一会儿。说不出话来了，感觉每说一句话都消耗一定量的体力、精力、耐力，还有脑子里面的氧气。我看好多人上来背包里都塞了一罐氧气罐，我为了减轻重量就没有带，真不行了。朋友们，我真不是说出来旅行抱怨这抱怨那，我只是把我真实的这个感受和你分享，这样子大家来这里旅游有一点的参考。你看，那里还有一条小小的瀑布哈。哎呀！哎呀！哇，真的是各个方向都像是一张电脑壁纸一样啊，就那种微软的电脑壁纸啊。它是有很多层次的，你看各种颜色交相辉映，而且它的层次又有过度渐变啊，非常美。哇，真美啊！这个雪山我觉得恰到好处啊，也不见得说是要所有的石头都被白雪给包裹着，那种雪山才叫好看的雪山。
未开发区域禁止进入。哦，玉兔峰，四面八方都是这个冰淇淋山峰啊！玉兔峰，天气真好啊！我也去了，像阿坝、藏族、江族自治州的这个黄龙，还有九寨沟啊，那时候都没有那么好的天气，蓝天白云的，非常清澈的那个空气啊。虽然今天早上6点钟起床啊，一路颠沛，然后山路18弯的，坐车4、5个小时，挺辛苦的。但是来到这里，看到这种中国可以说是顶尖的自然风光的时候，觉得哇，大好河山啊！所以说不是瑞士去不起啊，而是川西更有性价比。我终于更深刻理解这句话了。你看这个小溪谷里面有那个玛尼堆啊，没到雨季，哇，太美了，就是此生来一次这种地方啊，遗憾又减少了一点点。四面八方都是这个高山啊，现在就属于是在高山环抱的一个盆地里面。如果人少一点的话，仿佛是走进那种仙境漫游记的感觉。在这里住上个1年半载，能不能长寿个几年？超级天然氧吧。一个藏族风格建筑的洗手间，绕一圈又回到乘车点了。乘客请握紧扶手哈，沿途弯道找到注意安全。行，在高原旅行是眼睛在天堂，身体在地狱，就是这句话。开车大概5分钟就到了下一站布达拉峰。我刚刚出了这个摆渡车，感觉马上要戴上墨镜，好刺眼。这里就是很开阔，风也大，很凉爽，这里的景色就让人觉得心旷神怡的。哇，这风大挺多呀，开阔的地方是这样的。哎呀，眼睛辣辣的，出眼泪了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
我都马上戴上墨镜了呀，应该不至于把眼睛刺的都。哎呀，这眼泪在风中飘啊！哎呀，为什么突然一阵大出泪？好奇怪。哎，这有新疆的即视感啊，新疆草原的即视感。那拉提喀拉峻，从不识台。哇，真的，这个川西好神奇啊！都不用去到新疆，就能看到酷似新疆那种大草原。虽然它草原没那么大，但是也是比较开阔的草原。然后雪山，森林啊。这个地方既有那种峡谷的那种幽深，啊，又有这种草原那种开阔啊。哦，我知道为什么有新疆的即视感了，因为新疆很喜欢在草原边上围这个木栅栏啊。哇！在新疆的话，会有告示牌说不能坐到木栅栏上，会把这个木栅栏坐坏的。这里倒没看到。哎呀！为什么眼泪一直流啊？这风吹的原因吗？布达拉宫牛棚，藏餐舌尖上的中国烧馍馍，这个眼泪止不住的流，感觉像是进了肥皂水一样，好难受，哇，太难受了！啊，走到避开人群的地方啊。词穷了，美哭了。哦，我知道我为什么哭了，因为美哭了。你看，抬头就是那种壁立千仞的石头山，令人觉得肃然起敬哦。大自然。确认我们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横断山脉，又是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。这玛尼堆。一对情侣啊，一瓶氧气罐轮流着吸啊。山坡是这个大小不一的玛尼堆，代表着人们虔诚的信仰。看，藏族的阿哥拿着垃圾袋在山坡上捡垃圾。
妈给你照没有？哎呀，往里挡吧。妈妈给你照没有？没有。谢谢。多玩几次，这边都挺好玩的。也是你国家的。这台走。为啥看不到啊？我刚接着走。哦。欢迎大家。禁止踩踏草坪。我们的下一站是斯古拉措，路程4公里。注意安全哈。好的。到第3个观景点，叫斯古纳措。前不久我们去九寨沟啊，也看到很多因为地壳运动形成的这个高原堰塞湖啊。这一个呢也是高原堰塞湖，比如说砸下一块石头，那么河流被截断了，冰水融化以后就形成这么一个湖泊，就叫高山堰塞湖。刚才在窗外看到这一汪碧水的时候，我脑海里只有一句话。这地球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地方？唉，雪山、绿水、森林、白云、蓝天、枯木啊！我不知道古人啊，古代那些诗人有没有条件来到这种荒郊野外啊？因为那个时候能来这个地方的人，都是像那种徐霞客一样的不畏生死啊、跋山涉水的那种冒险精神，才能来到这个地方。那今天啊，这种普通人也能享受大好河山啊！斯古纳措。海拔是一点一点降低的哈，刚才的红杉林是最高的，然后一路沿着这个盘山公路吧下来。
这个两种颜色啊，有一些应该是覆盖了一些青苔在上面，所以这个水底下是绿色的。像这个的话，只有沙子啊，没有附上青苔，所以它就沙土色的啊。四姑娘山同样是处在阿坝州的，但是好多的旅行团把它安排跟这个甘孜州的稻城亚丁混合在一起了，所以给人一种错觉，这里是甘孜州啊，其实这里是阿坝州啊，跟九寨沟啊、跟黄龙啊都是同一个。朋友们，看这些枯树啊，虽然它枯死了，但依然屹立不倒的在湖水里面啊。确实要面光要好很多，就不用后期修。这一汪碧水呢，就是四姑娘山最秀美的一面了。前面我们看的红杉林啊，都是那种巍峨的、雄壮的，因为一汪碧水啊，增添了许多柔情。唉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！我实话说，比我上次去看九寨沟跟黄龙要更美啊！不是说黄龙跟九寨沟不够这里美，而是我去的时候有点阴天，所以呢就不如这里让人觉得神采飞扬啊，心旷神怡，豁然开朗。绿油油的，真的美。哇，你看，一条白丝带小瀑布。来一个。哇，这里花开正艳啊！现在不只有雪山森林，现在不只有白雪皑的雪山啊，茂郁的森林，还有碧绿的湖水，还有这种娇艳的花哈。从那边走，栈道应该也很不错。工作就大了。带了什么？我给你带了2包空气。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现在从湖中央看这个红杉林那个方向啊，玉兔峰。哇，这个湖水真是清澈见底啊！不同于九寨沟啊，那里有一些小鱼啊，这里没看到小鱼，晶莹剔透的，非常清澈。你看上面那条白丝带啊，就是瀑布经年累月书写的。朋友们，这个地方真的值得亲身来一遍啊，身临其境的感觉还是太美妙了。
有还有苗了，重新来，1、2、3，公交车上写着“中国户外运动第一山”。景区的摆渡车发车时间、收车时间。小心老抓！哦，这是4公里的漂流，90元啊。不能说很像新疆啊，这样对川西不公平。哦，看着这个山，雪花没多少，但是怎么酝酿出这么澎湃的瀑布来啊？来四姑娘山也没算白来，但是我感觉上气不接下气的，说一句话要分成2段来说。也算是在这里有过这种美妙的徒步体验了。你看，上面是瀑布、溪流。原来上面是叫大沟瀑布。你走你的阳光大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。今天第一次停下来看到草原上的牦牛了。
OK， 到了第4个了吧，叫龙珠错，也是一个高原堰塞湖啊。这天是真蓝呀！就拍现场就拍整个的拍了。太不真实了，有点失真了，有点像那个电脑壁纸。